Hello，大家好，今天是8月2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跳空大跌，刚好来到上期所说的支撑位置，那么这里会是再次的上车机会吗？出现什么情况又能说明美股可能有更深幅的下跌呢？英伟达也借此回调到了关键支撑，而亚马逊也出现了回调很明确的仿包阳线买入信号。同时，我们在上次所讲的礼来也确实给到了仿包买点，在指数回调的时候还再度新高。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61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第一部分还是要讲到指数的环境，我们会再次回顾一下之前所讲的这个支撑压力它是怎么来的，而后我们再看到目前所能用到的缺口实战知识，这一个缺口的产生代表什么？那么什么情况下说明它只是回调？什么情况又说明它会是有更深幅的下跌？当然这里有一个很明确的观点，至少截至目前为止，美股是回调的概率是远大于它还有更深幅的下跌，除非出现一个缺口的迹象，我们等等会在第二部分去讲到。在第二和第三部分会讲到个股方面的解析，那么阿哲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科威、谷歌、微软、Coin、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RQ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I、LITE 以及 MBIS 等以上的个股，希望今天依旧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有一个温馨提醒，我们视频当中有比较多的一个目录，所以内容会比较多，时长也会偏长。当然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份内容您都感兴趣完整观看，所以也把时间轴都标记好了。大家如果有需要跳过的，可以去进行跳转。当然第一部分不要跳，那么这是我们最核心最关键的指数环境的分析，是每个同学都应该去了解的。那么来到第一部分结构的支撑压力，我们所看到的目前这波跳空下跌，它刚好来到我们上期视频所讲到的这个支撑位，它是从何而来呢？它其实是九转产生后它的一个结构压力的形成。下跌九转出现，一般来讲会奠定空方的优势，那么会形成一个压力区。这压力区一般是在1号 K 线和它昨天的 K 线，两者之间选择一个偏高的价位，你要比一下它的收盘价，还有昨天的，你要比一下这个阴线最高，还有阳线收盘，谁高就是谁。上涨行情也是一样，只是阿哲目前没画出来，因为它还用不到，也是在1号 K 线和昨天谁低选谁。所以这两根里面我们应该会看到是很明显一的低点，很明显这个收盘价昨天比较低，所以这里是一个九转的支撑。那么这个压力位被突破之后，就是一个从压力转支撑的一个区间，所以这里价格上涨，那么后续回落，这里就是一个由之前的压力转为支撑的一个节点，所以价格在跌到这里才会产生一个反馈。好，所以这是我们对于之前支撑压力的一个判定，这里为什么是一个支撑？我们下方的缺口也同样可以作为支撑，所以当前的一个多方强劲上涨有九转后，它的一个回落是支撑为主，而回调的概率也远大于这里是一个中期反弹。当然我们前期的压力是还没有过的，所以这里要求什么？底下支撑要有反馈，快速把左边的结构压力给突破，这是我们预期当中高概率的一个路径。但我们也希望它确实能够先出现一个止跌反馈，再去看这一波再次启动。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部分，是缺口的实战方面。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日线缺口，缺口技术其实阿哲没有很复杂的一个方案，其实就只要看到它的一个方向来判定一下。比如说这种粉色的一个向下的跳空，我们叫做下缺口；蓝色的是一个向上的方向，跳空向上。所以目前的市场它是以一个跳空向上之后再往下跳空。那么目前的跳空向下缺口它的含义是什么？我们需要先判定目前牛熊环境。之前我们讲过，市场的多空方向你要先看好，就只要市场是一个偏牛市或者说偏上涨强劲的市场，它往往会经常出现向上跳空，而比较少出现向下跳空。而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强劲上涨，那么它的一个向上跳空缺口往往不会被回补。如果你发现有那么一个缺口一出现立刻被补掉，那么这种说明多方是很弱的，很一般的。当然反过来也是，向下跳空缺口如果被很快速补掉，
那也说明这个空方也一般般，所以当时这段行情它是一个震荡，所以就会出现向上跳空快速补，向下跳空也快速补。而通过方案这种策略，你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什么时候多方走弱，什么时候空方走弱。比如说之前这种下跌市场它的下跳缺口是没有被很快回补的，而直到出现这一个缺口是吧，被很快就填补了，这就说明空方有可能不如之前那么强了。那多头也是一样的呀，这一波多方很强，还有很多的向上跳空出现，所以不被回补，说明没有什么问题。而后，这个缺口开始是吧出现之后，快速被实体阴线给回补，直接跌破了，没什么支撑，说明什么？这说明多方开始不那么强了啊！当然，也有同学会看到这个缺口不也补了吗？这里不也补了吗？为什么这里不能说明多方走弱呢？首先，我们不能说一有一个缺口被回补就多方立刻走弱，并且回补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是吧？这个地方的回补和这里的回补都是影线回补，而我们所看的这个缺口回补它是实体回补，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说明回补时空方的能量是不一样的，多方反抗是不一样的。另外一点就是回补之后，如果真的多方很强，有时候实体阴线回补也没问题，但是它必须要得一回补就是一个短线低点，所以你会发现一回补就是低点，一回补就是低点。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实体阴线直接贯穿了，也没有见什么强力的反弹，是吧？就是一个运线继续往下破。是吧？补了这两个缺口才出现强势反弹，是吧？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当前依旧来用一下。从性质来讲，这里是一个向上的跳空，是吧？所以这个地方肯定是多方在变强，是吧？通过之前这种向下跳空被实体阳线回补，而后没见高点，也可以看出多方很强，是吧？所以之前向下跳空被回补，多方强，而后出现再次的向上跳空，多方很强，因为它没有被回补。好，所以当下是属于多方很强的一个市场，再出现一个向下跳空，这说明什么？这个向下跳空说明空方在变强，但是它在昨天就开始回补，所以如果空方真的很强，它要干嘛？要么就不能回补这个缺口，往下继续实体阴线贯穿，这就说明市场的一个多方是真的走弱了，没有之前那么强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事件，也是阿哲所讲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后面的幅度下跌可能仅仅是刚刚开始。而如果这里是回调，那么前面这个缺口不应该被实体阴线贯穿，最多回补时是影线，或者说如果真的有实体阴线，它也应该快速第二天强力的止跌上涨，这都说明多方是没有问题的。这里就是回调，它跌不了多少。另外一种更强的多方依旧没问题的，就不回补这个缺口，直接往上回补上方的这个向下跳空缺口，一回补最好是实体阳线，而后直接就可以构成再次的回调，二次买入。所以这是我们当前所可以去了解到的缺口实战知识，也是阿哲近几年来每出现缺口我们其实都会去复习一遍的。讲到现在应该很多老同学都听腻了，新同学可以再学一学，但是老同学千万也不要让跳过，这个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第一和第二部分对于指数目前的一个分析。那大家也知道通过缺口怎么去看待目前的一个多空转换，不出现这个前方缺口的被挑战，那么基本上多头还占据绝对优势，那么等待再次的买入即可。而后我们来看到，希望这一部分内容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是老同学听到这，不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宝贵的点赞，依旧支持阿哲视频的创作和更新。当然，如果您是新同学，也希望大家在学习有所收获的前提下，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很感谢您首次相见就能够支持阿哲频道，点击订阅，成为粉丝订阅同学。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持续学习技术分析和了解美股行情走势，而同时对于我们新同学首次订阅，阿哲也有一个小小的见面礼。只要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那么对于目前的美股行情，如果您感兴趣了解，并且持续的去实盘去认识去学习怎么去交易，订阅阿哲之后，您是可以去找朱宇老师参与我们内部的实战课程实战班的。只要是阿哲的订阅粉丝同学，您就可以领取以下的4重福利。那么阿哲是有在内部课上专门邀请了一位期权实战高手辉特老师为大家去分享期权在当下美股如何去进行风险对冲，如何去进行获利的如何去进行一个美股的收益。像最近课程上所给到的一些策略，比如说苹果、英伟达，那么像 EWY， 这是辉特老师近期重仓的一些仓位、一些策略，我们会发现都有不错的一个利润表现，哪怕最近美股出现了
相对应的调整，是吧？也还是通过空方的一个订单获取了不少的利润。如果您想要第一时间了解到鬼岛老师的期权策略，那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在订阅阿哲之后去点击去找到助教，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美股期权实战课程啦。每周都会有直播，那每周都能够去参与，找助教报名即可。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部分，有关于个股解析。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目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图表，特斯拉上是有一个走强的一个迹象，不过还差一点。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是有提到，这里最好能够有一个强烈的突破前方这个高点，而后构成一个加仓信号。昨天差一点点，如果突破，其实可以作为追涨买点。前面这一波其实已经构成九转后的获利兑现，至少要进行减仓，因为它有反包阴线，还有碰到压力之后的十字星，是吧？左侧是可以有一些减仓机会的，右侧如果能够过去左侧高点，就可以作为一个再次看涨加仓。当然，这是相对风险性较高的激进的一个买点，因为它已经不是低点附近了。那目前它已经越过了前方的底部的灰色块这一个压力。那往上我们所看的下一个就是缺口的一个回补。那缺口目前还没有补一半，正常缺口如果是大缺口回补一半是一个压力信号，回补全部是一种风险信号。因为我们刚刚所讲的缺口实战，就是一个缺口如果下跳出现，而后空方很强，一般回补的时候，如果不是实体强阳回补，那么它往往会出现什么？是高点，所以一般要小心这种情况。正常来讲，一个缺口的回补，如果被回补之后是走弱的，那其实就很容易出现高点了。所以这是我们在本次回补当中要去注意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它的趋势环境。那当前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当然我们先看周线的环境，其实之前我们讲过，这里为什么会出现反弹，是吧？曾经我们在这里其实是有讲过，为什么它会有反弹，为什么有机会能够去抄底特斯拉的这一波反弹，因为它在周线上其实来到了一个重要支撑，上海之图当中的一个龙门线，曾经也来到过这个地方，也出现一个长下影线。是吧？我们说过这个历史行情会不断的重演，但不会简单的重复，所以这一次它又来了，又有一个长下影线，是吧？是不是一模一样？又是龙门线，所以这里我们可以认为它会有一个行情的重演。当然它这里跟之前也不完全一样，只是有部分相同。好，但是最后也确实走出了一波周线的反弹。那周线反弹我们还无法定义它是一个反转，是吧？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如果要反转要干嘛？它得要周线级别出现趋势的一个结构转变。像当时这一波反弹，其实它到最后它也还是先只能定义反弹，只有后续回踩了，飘带转为紫色了，我们才这一波才定义是右侧的一个机会。这是周线级别，就有时候花几个月时间啊，这没办法，周期比较大啊。所以像前面这里这一波是吧，感觉是反转，日线看是反转，但是你会发现飘带没有转紫色，回踩也没能够止跌。还是一直是黄色，中途转为紫色也没用，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反弹。那这个地方会不会也是反弹？是很大概率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不能说这里直接看反转。好，所以这里它要干嘛？突破飘带，回踩转紫带，后续二次有机会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右侧买点，而当前是一个左侧的一个反弹机会，所以我们先定一下主基调，所以目前是看反弹。而当前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飘带是在330附近。是吧？330附近已经很收窄了，也就是说它的日线其实随时会转为紫色飘带。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就没有必要说一定要等它子弹回调再去买，是吧？它其实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个向上二次回踩，其实它已经有一个回调了，只是它没有转紫色而已啊。所以这里其实有支撑的一个效果。那再次启动反包阳强势的一个止跌动作，其实这里可以算是一个加仓买点，只是它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子弹回调而已。所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以这根黄色 K 线作为防守位，类似于大阳不破，那么再次启动，所以这里可以看涨。那么目标就是缺口的回补，以及呢龙门线，是吧？缺口回补的话，其实就是这根 K 线的低点嘛，372.9，以及呢龙门线是399.414，龙门线它会慢慢的往下偏移，只是说当前这个价格是这个价格。所以目前依旧是中期反弹当中，而只能先看中期反弹，离周线的反转还为之甚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英伟达的一个分析，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呢还是在一个上有压力下有支撑的一个环境当中在震荡，当然这也是大的震荡，而后在这个缺口不是缺口上方的长上影线有压力，是吧？价格呢碰到这个压力回调，但这个地方还是只能说是回调，因为底下有一个缺口，有两个缺口都没有被回补，而这一个临近的缺口呢在回踩之后再启动了，
又有一个新的高点，目前又回调，所以当前我们就要看到小级别它是一个假突破，是吧？小级别是一个突破之后的回落，有缺口，所以这里是一个内部结构小结构的趋势走弱，但底下呢有一个日线级别的缺口有支撑，是吧？所以这里有机会是一个小回调而已，所以只要能够有止跌阳线把缺口填补，直接走强，而不要反馈的是这个缺口太强，往下填补下方缺口。这样的话呢，其实多方依旧有希望，是吧？再次把上方缺口填补，依旧呢看突破，依旧呢看前高，没有问题，跟指数基本上同步，下方一个缺口，上方一个缺口，是吧？所以缺口呢继续可以这么去看，最好不要阴线实体填补下方缺口，那样的话说明下跌空间要打开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它的趋势环境，英伟达呢当前是有一个左侧的底部信号，就是这个绿色的钻石，因为昨天呢相对来讲是比起之前有明显的一种大的振幅的表现，是吧？左侧上来讲是有衰竭的信号，但是右侧我们需要有一个买点，所以碰到了紫色飘带，说明它的第一个支撑靠近了啊，因为飘带它有两个上下沿，所以碰到上方还是中间还是底下，其实都算是一个支撑区间。所以上沿目前最近的支撑已经触碰了，它是 217.538， 底下呢是 209.232。像之前这种地方上涨回调碰飘带会有一个支撑，但这个支撑如果不能够去创前高，而是走了一个二次假突破，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就还会被跌破。所以这里呢，我们是认为回踩有支撑有反包阳，你就可以做什么呢？做一个新高。如果这里没有反包阳，而是继续往下调，那就关注飘带内有没有反包阳线。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在日线上的一个交易买点，而周线上呢，其实它有一个上周的黄色 K 线，所以黄 K 之后，说明在周线级别它是进入到一个过热阶段，那么它又是一个强势阳线的拉升，所以这种强阳后黄 K 它出现一些日线回调很正常，但是从周线来讲位置还不算高，还是一个紫色飘带啊，所以依旧呢可以找它的做多机会，可能这里一止跌，下次一加速就新高了。是吧？所以目前来讲，就等待一个回调买点。当然减仓肯定要减的，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蓝色 K 线买了之后，到黄 K 我们说过，黄 K 跌破要减仓，是吧？要止盈一部分，不能说一直拿着不动，因为你很难保证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它如果这个缺口就真的是一个强势的空方，是吧？下方这个多头后面一个个被填补，你一步步的看它走回来，那多累啊，是吧？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之前要止盈的一个原因。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下个方面是加密货币。加密货币昨天就很精彩了，一根强势阳线，这个以太坊呢直接走出了4-5个点的涨幅，比特币相对弱一点，是吧？所以我们说之前如果你要做空，你要做的是比特币，做多的话呢，选择做多这个以太坊，就很明显以太坊会更容易在多头方向出现更大的一个波动和涨幅，因为目前的短线结构呢是以太坊占据一个多方的优势。之前我们所讲的这个背离，如果它不修复，那么空方就持续的看这个比特币的机会。如果要做多的话，得要把背离修复，而背离修复呢是会出现这种加速，但它没有给到特别好的这种背离修复后的一个买点，而是直接加速，直接呢比特币出现新高，而以太坊呢本身就有这个高点，是吧？然后直接加速了，并没有给到特别好的这种买点。但是我们在之后可以看到，它已经修复了之前的这种背离，是吧？都出现了左边反弹时高点的一个突破。那么后续呢，我们就维持自己的看法，就是背离这样修复了，那么后续回调就做比特币。那么后续回调呢，就主要关注以太坊的一个回调买点。这种强阳之后，它其实就容易收出这种晕线。如果晕线出现上破，那么属于一种追涨买点。但是阿直是不太喜欢，因为比较激进啊，最好还是能够回到龙门线或者说这个飘带附近去寻找一个机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部分是有关于其他的个股。第3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扣位。那目前我们所看的是扣位的一个日线图表，扣位其实在波段上出现了一个我们说山海区模板当中的一个买卖信号，就市场出现了一个由下至上的反转，它把飘带由黄色变成紫色，而后一波漂亮的回调。这波回调其实把缺口补掉不是很好，如果这里能够是影线就更漂亮了，不过也还可以，因为这里有一个飘带，所以这里是连续阴线回调，在龙门线在飘带这里出现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连续的蓝色柱之后出现的首根红色柱。一般我们说这里会出现短波段回调的一个初次衰竭点，它跟左侧信号有点不太一样，它呢主要是波段的衰竭，所以这里是上涨，这里是回调，那么这个地方守红，那么价格如果能够在这里反包站上龙门线，同时突破昨天的高点，
昨天高点就是94.38嘛，收盘收阳涨上，那么基本上飘带这个龙门线都涨上了，那么它就是一个我们说的上档回调波段买点。而像这种漂亮的一个上档回调买点，其实在这个扩位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可能是首次出现。当然它有一个反向的，反向就是自上而下跌破这个黄色飘带，跌破之后一波反弹，手跟这个蓝色柱是吧？手蓝的地方它是黄 K， 这里跌破，它也意味着这个地方是一个做空点，也就是说它是反过来的，是吧？上涨回调看手红，下跌反弹看手蓝。是吧？类似这个意思。像这种地方也是上涨，也是回调。如果出现手红的地方呢，它并没有被反包，而是快速的还被跌破，并且它的后面突破呢离很远，那么它一般来讲会产生压力所以我们可以关注这种信号。目前扩位呢就出现了，所以关注这根 K 线，它的高点能被反包，就是一个上涨回调的买点。然后你只要把止损放在这底下，或者说放在之前这个分型底下都可以，所以这里可以看一下，有可能会有一个漂亮的回调买点。那么下一个，我们来看到谷歌，谷歌是来到了一个九转回调，前方缺口处没有被实体阴线回补，而后是一个蓝 K 影线，说明是超跌，两个超跌，九转超跌，然后蓝 K 超跌，有一个阳线出现，但没有反包，最好这里能够反包，反包站上才是买点，目前不是买点，目前止跌还弱了一点要站上然后从周线来讲呢，它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止跌这是我们在盘前讲过很多次的价格走势蓝 K 没有突破，所以希望这一次在日线能够产生二次回踩买点，然后下一次能够突破蓝 K， 那样的话其实就不错。所以这里呢依旧是左侧的这个周线的左侧，然后日线呢算是一个小右侧，因为左边这里是创了一个高点，二次回调，低点抬高，所以这里如果反包阳，我们可以这么去看。价格呢至少要破这个高点，如果能破这个高点，那么其实在周线上也是一个右侧低点确认，那你就打了一个先手，这里就有仓位。但我们前面这里其实也买过是吧？买了之后只是这里黄 K 跌破，你要止盈大半，你留一些底仓，目前二次回踩去加仓也可以。然后我们看到九转的支撑就是误差范围，它是332.65，就最好我们不能跌破332.65，在这之上出现蓝 K 止跌反包作为一个买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微软，微软的话其实也是漂亮的一个位置，它属于一个很强势的上涨，前期低位呢上涨回调，其实这里也是手红，大家注意了，手红这个点其实是一个波段强势回调的一个衰竭点。当时我们也有说过要关注这里的反包阳线，但可惜还没有一个很漂亮的阳线，因为阿哲的买入信号呢有一个规定是一定要有饱满的阳线突破，所以当时这里只有一个长上影线，所以这里没办法，后续直接就飙起来了。但我们也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漂亮的一点红信号，然后像前面这里我们是把握过的，所以当时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买到了，我们盘前视频也是讲过的，这里当时是不是也是连续的蓝色一点红，然后反包阳线，这里就启动了一波新高行情，那加速之后黄 K 跌破，很漂亮的买点和一个波段的卖点，所以短波段呢这种一点红是挺漂亮的一个结构。那当前呢是很难出现一点红了，因为它涨得太强了，你只能做一个强波段的一次再回调的买入，刚好是飘在这里，然后蓝 K 没消失，蓝 K 消失反包阳线再说，等它消失的时候我们再看，目前还没消失，所以如果您目前看不到这个蓝 K， 没有上海趋势图是今天的新同学的话，也都可以呢在右上角找助教去安装一下。但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朱老师的联系方式，您在评论区点击朱老师的联系方式，也可以找助教去安装这个上海趋势图，安装之后您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关键的趋势，还有这个 K 线它目前是什么状况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当前的微软是一个待定区域，不是一个明确的买点，因为它这个蓝 K 不消失还不能说完全的止跌有效，是吧？它要消失反包，理论上来讲一有反包，因为这个蓝 K 应该就确认，如果有反包阳在这里出现，其实就可以构成一个买点，类似于今天收盘如果能够超过昨天的最高 489.3， 其实就是买点了，你的止损就放在前面缺口的下沿，这个4号 K 线的最高点之下就行了。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Coin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另外一个反向的一个信号出现了，价格是一波自上而下的下跌，然后穿过了飘带一波反弹，红色之后手跟蓝色，所以它呢这里会有一个压力。当然它因为是个长阳线，你不能说跌破之后再选择做空，我们只能说不以做空为目的，而是以高抛为目的，所以这一波呢是一个反弹到了关键的压力 K 线附近。当然这里如果能够把这个蓝柱手跟突破，那其实大概率我们可以判定它是很强势的多头，那么后续呢它的飘带只要后续回撤可以作为买点，当然手蓝之后一般不加仓，
等待后续反馈再去做买入。而后它又是个长时间龙门线向下，然后趋势向下，那这种情况下肯定呢就不作为主要的一个做多的标的，我觉得也没有太多必要。从周线来讲，是吧？它刚好也是在一个黄色飘在这里，所以整体偏空。那如果要选择的话，那还不如看下一个，比如说 Circle。那 Circle 是不是至少它的周线是已经有九转了？是吧？周线九转，而后有这个蓝 K 消失，有反包突破、反包阳，所以周线上出现了一个反弹，是吧？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它机会会比什么 MSTR Coin 那种会好一些把握。那当前也进入到了一个飘带这里。那从日线来看，它是九转，是吧？九转，然后目前是向上还在突破，说明这个九转并没有衰竭。然后黄 K 突破，那我们下一个目标就可以看到下面我们的龙门线，是吧？龙门线呢是一个 85.25， 并且它的飘带转为了一个紫色，后续回调如果有止跌，那照样还是能够看到机会的。因为它不一定会一次性到如果一次性到，如果你没有上车，那就没有必要去买了，等后续回调。如果之前你是已经买过的，就小心这个龙门线，是吧？龙门线的一个价格 85.25 作为一个压力位。下面来看到里来就算是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结构了，价格呢自下而上出现了一个上涨，然后转为紫色飘带，然后回调，这个地方呢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底分型？我们在上期视频讲过，这个地方如果能够有一个反包，那其实就是一个买点。它这里不止反包，还把缺口给吞掉，所以这里呢说明这个下跳缺口不是空方很强，它是一个多方市场当中的一个相对的空方偶尔的变强，但是快速被修复了，所以这里是一个短期买点，而后目标直接就到了前高突破。是吧？所以当前就是一个趋势的小买点，而后新高。当然你说现在还能不能买？阿哲觉得你持股是没有问题但是继续加仓呢，阿哲是不喜欢做突破的。它这里是一个缺口向上突破，所以可以持股，依旧可以把之前的作为持有的仓位没有走弱的一个信号，并且突破也是很强势的缺口突破。但加仓的话就比较风险，至少不是阿哲喜欢的一个买点，但是也算是一个选择的一个方式，但不是阿哲所推崇的一种交易方式。从周线来讲就是回调，然后继续走，所以趋势呢还是在推动的，并没有看到什么右侧的一个风险信号，当前还是一个新高。下一个就是 AMD 了 ，AMD 的话还是一个黄色飘带，是吧？我们看到价格下跌反弹。这里是一个首根蓝色，首根蓝色的地方一般有压力，如果不能突破，往往说明趋势依旧看跌，并且是黄色飘带。黄飘带的话就是下跌反弹，下跌反弹容易高点有压力，然后低点弱支撑，所以趋势容易继续往下推动，所以这里又有一个缺口。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空方占优，不要随便去做多。如果要做多，尽可能找的是什么呢？超跌反弹的机会，就是做反弹可以，做趋势呢目前还没有。趋势的话还是以向下为主。然后从周线来看，其实也是在飘在这个地方在震荡，没有止跌，就它没有反包阳线，它走了一个相对的内敛，是吧？它目前也没有强势的止跌，所以周线的止跌是不确定的，日线呢是还在走弱的。下一只个股来看到英特尔就还可以，因为它已经是往上冲了这个飘带，冲破了，冲破之后呢，股价回调，这个出现蓝色 K 线出现缺口，它的一个回踩，然后又有一个首根红色，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能够有反包蓝 K， 是吧？那么它其实就是直接构成一个买入信号。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说每一个股价后面的涨跌你都要去买卖，你也看不清楚那么多。但是有一些关键信号呢出现的时候，你就要去确定了，就已经表明一些信号，比如说蓝 K 出现，那么我就认为它这里是超跌，然后我就等它反包，是吧？那是一个最为基础的、最为普通的一个买点。如果你结合一个位置关系，就是它确实跌很多，是吧？周线有支撑，有蓝 K 反包，那这个我可以更加确定。那现在呢是一个趋势开始走好，然后二次回踩，有手红，有蓝 K， 这是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信号？那反包就是作为再次的一个买入特别周线上它其实是一个我们所说的蓝 K 突破有效，二次回踩。这里呢内部结构日线出现了蓝 K， 又有手红，如果反包，那么英特尔是不是也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买入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一突破就确定高概率做多的一个点位。当然上方有缺口所以我们最好这个突破能够先买一部分，然后把缺口完全填补，再加仓也是都没有问题的。那么接下来也就是说等待昨天的最高价 98.2 突破就是一个买点。当然止损你要放好，止损最好就放缺口底下，目前没有跌破是吧？缺口底下还是可以作为止损的。下一只股票看到 APP
APP 就很稳定的下跌空方了，还是黄色飘带，还是龙门线向下。目前刚消失这个 K 线，刚消失这个超跌状况，但没有很强的止跌动作，所以再看看吧。周线的话还是保持蓝 K，在周线上有这种超跌的一个迹象，因为它目前是第6转，但它有一个钻石啊，这是左侧的一个 TD 信号，之前这里也有，是吧？所以这个行情会不会重复呢？我们可以关注周线上的一个变动，周线如果有止跌反包，那么日线级别更有机会，否则日线的一个波动呢，更多是一个反弹为主。而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是半导体3倍做多，它也是2次回踩，但是很明显它呢比英特尔要差一点点，因为它没有蓝 K， 而后它的这个柱子，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手篮是在哪里？它的手篮在哪里？它的手篮在这里，它有一个压力，它没有突破，然后走出向下的跳空缺口，是吧？所以它会相对刚才我们所说的英特尔会弱一些。而英特尔的话，它的手篮呢是在这个地方，它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突破？虽然不是很有效，但是已经收盘价有实体阳线突破过，是吧？所以整体结构来讲，可能阿哲会更加看好这一个英特尔，而不是半导体上面做多。当然，如果你说跟 AMD 比，那肯定还是它好一些啊。所以当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手红的地方出现了，然后被跌破了，是吧？这里也是比这个英特尔差一点点的，但还行，因为跌破的不是很明显，所以这里如果能够有一个强烈的强势底分型反包，其实也可以做多，是吧？也可以算2次回踩龙门线，只是可能阿哲会更多的看这个英特尔，因为你会发现它其实这个周线上是没有英特尔那种止跌的，它并没有止跌。所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是 Meta。Meta 的话，就是一个左侧确实在这里应该止盈。这之前我们说过，如果做短线，这里应该止盈，就很漂亮的一个低吸高抛。目前回调又是一个蓝色 K 线，那又来了。价格走势如果蓝 K 反包突破，昨天的一个最高554.07就是一个买点。当然，因为是黄色飘带，所以你就只能做反弹。之前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下跌，又是一个很漂亮的我们所说的这个蓝，是吧？一点蓝啊，没有突破它的高点，而是跌破它的低点，所以这里呢是一个空方空单。当然，这里不一定要做空，只是我们说你要注意这种信号。价格呢在下跌反弹过程当中出现了首根蓝色柱，看一下标准一点，首根蓝色柱在哪？是这一根，是吧？这一根出现，那你要确定一下它的低点、它的高点。如果突破它的高点呢，2次回踩飘带能够止跌收反包阳，那就是一个做多机会。如果你发现它是黄色飘带，并且后续顺势还把它跌破了，这个区间呢你要注意，可能是一个风险点。所以像这种手红手蓝出现的地方都要小心一点。所以当下呢反包也还是只能说看个反弹。然后我们看到下一个是 RKB，RKB 它走了一个龙门线滞涨回调，它没有出现突破龙门线来给到我们一个加仓点，但是回调力度还不算很强，接近手红，这里其实还行，它整体调整不算很特别的强烈，之前的缺口还是没有被回补，所以它还是属于一种可能存在强烈的多头。那目前只要有反包阳线，我们可以认为它会往上去寻找再次突破龙门线，所以这里只要飘带有效止跌，那其实可以作为买入信号。然后周线上看呢，它其实是一个强烈底分型之后的2次回调，所以我们是可以这么去看的，可以作为这种路径去预期，只是最好能够出现这个地方的买点，如果有的话是作为另外一个买入信号，因为昨天是小阴线嘛，高点77.6其实要被突破是不难的，所以今天后续可以看一下是否有反包的一个机会。而后呢，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是台积电，台积电走了9等之后刚好是高点，而后回落到飘带，有了一个强烈的下跌缺口，这里是不是也是一根红色柱出现，是吧？标准模型股价上涨有9转回调，没有破结构线，没有破飘带，而后有手红，所以这里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做多模型，做多模型高概率结构，而后我们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买不买，但是出现这种模型呢，阿哲会选择收盘账上，而后作为买点。当然正常来讲没有这个缺口会更好，有缺口呢会伴随多一种不确定性，但是买点我们依旧可以反包买入，而后低点适合防守，所以这是一个日线波段的高概率模型，之前也经常出现，是吧？这里是一点红，这里是一点红，当然它不是说每一次都给你好买点，有时候可能是一根强阳线，你买了可能新高就没了，所以至少这种波段反包之后可以看一个前高，是吧？所以这里如果反包，至少看个前高，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模型结构。下一个来看到 PLTR 的调整其实还是很克制的，说明它的多方还是比较强烈，能够抵抗这个空方的一个回落。连续的阴线回落，但是不破黄 K 低点，昨天是反包阳线，所以这里呢是什么？是一个买点。
当然这种买点呢，肯定不是说我们之前那么好啦。之前低位这里有一个下跌九转，然后有一个大阳不破，这种地方是一个伏击建仓区，而后加速。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你要么就不买，是因为没有必要。之前那么好的机会，如果你不参与，现在到这个地方你还重仓的话，其实就有点本末倒置。所以这个地方属于短线波段吧，是吧？博弈它能够继续走强，所以这个买点还可以，但它阳性不算特别饱满，因为它只是略微站上了。昨天的收盘价是175.19，然后这一天的高点是174，就站上了$1不到，所以不算很强的一个突破。如果你再等一根反包阳，可能会更好。下一个我们来看到美光，美光的话其实趋势也还可以，因为它的首根蓝色在这里。是吧？首根蓝柱没有走弱，而是突破，跟之前这里不一样。之前这里是首根蓝柱有黄 K 而后跌破，所以当时这里是属于空方正常的强波段表现。那么这里呢，它是选择了突破，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强势的改变，它不是一个强多头，而是空方开始变强，有缺口出现了，缺口出现了。空方目前也有缺口，但是这个地方还是多方占优，所以目前回调有反包，我们可以认为这里是一个回调买点。而这个买点呢会比之前都好，所以这里可以等待一个反包阳线。昨天高点是960，反包出现买入。当然，它这个反包如果能顺势把缺口补掉，来一根这种阳线会更好，更加确定。止损呢依旧可以用飘带。下面呢来到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买点，就是亚马逊了。目前买点比较明确的股票里面，应该好像我们看到现在应该就是亚马逊是最明确的，因为它就是一个上涨。回调看到手红的地方是这根 K 线，刚好也是蓝 K， 是吧？后面的虽然跌破了一些，但是如果是蓝 K 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允许的，因为蓝 K 本来就超跌了，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误差，可以允许跌破2根收回来，然后它又是一个反包阳线，只是说不是一个强底分型，所以这根阳线作为买点，而后把相对低往下看低点，或者你可以把这个，你可以算一下这个低点和这个高点这个缺口的一半作为止损。放到这底下也都是可以的，然后目标位呢可以往上看，你的盈亏比大体是不差的，是吧？哪怕你放缺口一半，你往上看到287.2以上，其实整体盈亏比是 OK 的。然后周线来讲呢，它是一个强烈的止跌，然后回调到周线的飘带附近，那么出现了日线的一个止跌阳线，所以目前的亚马逊是作为一个买点。而我看到 AOI 应用关店是不是飘带突破而后回来？说很多股票其实在最近都出现这个模型，价格先转势，先变成指示飘带回调，手红出现，然后低点最好不要在后面再跌破，反包阳作为2次的买入，作为趋势的买点。是吧？这个买点一旦出现，就属于一个波段的高概率买进信号，然后止损就可以放龙门线底下也行。它的一个龙门线是在108.835，飘带下影是在113.819，整体就是这样。但是如果它不反包就不要买，不反包不要买。目前来讲 AOI 还行，趋势其实还是挺强势，挺不错的。这个缺口也还是有支撑，之前的手蓝呢也还是被突破有效，是吧？所以整体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但是如果它这里不反包，就先不要着急买进。然后来看到现在的股票是 LITE 的话，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呀？一波强势的上涨，然后手红在这里，是吧？昨天也是手红，那么反包出现就是买点，不反包，那么它离这个飘带龙门线有点远，我们还是要再等一等。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模型，最近有，所以我们就经常会看到。然后龙门线在710.778，这里如果不能反包，那就先等待，它可能再次准备回踩这个龙门线。而下一个呢是 NPIS， 它呢没有手红，它呢是一个缺口，然后在大阳之内，它底下是碰到了一个支撑。那么当前是以缺口碰支撑，这里希望它不能继续往下跌，而是出现强烈的止跌阳线，把缺口回补收住，那么就可以作为一个回调指示飘带的一个买点。那么像前面呢是蓝 K 突破，黄 K 跌破，所以这一波是短线的利润，这是左侧的利润。而后当然它中途呢其实有一次跌破，是吧？所以严格来讲这一波是左侧利润，是吧？被跌破了，利润不多，所以这里现在是右侧的一个机会。像后面我们讲的这3只股票，这个波动太大了，并且它最近走的是不是很稳定的波段，所以可做可不做吧。因为如果你要做，仓位一定要放好，就是你不要太重仓。像之前这种波段比较稳定的，你会发现手红的地方，就强势的波段，一般手红的地方就是很好的观察点啊。你会发现强势波段手红的地方其实就是很好的观察点，包括后面这里啊，当然这个地方后面没有反包，是跌破了，是吧？它的高点是有压力的，就变得不一样了。所以现在可以关注第一次的回调。
那么以上就是8月2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